大家好，山药是药用和蔬菜兼备的植物，它非常有营养。你可以从商店买来几根山药，切下几小段以后，自己尝试在家里种植。我们在市场上经常看到的是淮山药，淮河的淮，它的表皮发白，比较粗大。有时我们也可能会遇到淮山药，胸怀的怀，它比较细，表面的颜色较深。最好的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。无论你买到哪种山药，我们都可以拿来种植。首先把它们切成10到15公分的小段，然后放在室内通风的地方，晾晒2、3天，让切口风干愈合。把风干后的山药段竖着埋进干净的河沙中。种植山药需要比较深厚的地块，至少需要1米以上，让根茎可以自由延伸的土壤。但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小家庭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。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在深一点的容器中种植山药。虽然深度不够，山药也可以生长，但块状茎就会在底部挤压成奇形怪状。如果你的家中有这种高脚的花盆，就非常适合种植山药，越高越好，而一般的水桶的高度还是不够的。在春季的室内，沙中的山药可以用2周左右的时间发出新根。虽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栽种，但发根以后再种，就能够确保一次成功。种植土选择富含有机质、透水性能良好的沙壤土，把山药段横着摆放，上面再覆盖10公分左右厚的土壤。塑胶桶里我也种了2段山药。山药段出芽的时间比较长，往往1个多月以后才能够出苗。我们一定要有耐心，当苗高20公分左右的时候，就可以引蔓上架。虽然山药也是爬藤的植物，但管理起来相对简单，除了底部清除一些侧枝以外，几乎不用打理，也无需打顶摘心和任何修剪。在容器中种植山药需要薄肥勤施，中后期加大磷钾肥的用量。山药比较耐旱，所以无需浇水过多。进入深秋，山药的叶子开始自然的枯黄，期间还会长出山药豆来。根据品种和种植环境的不同，山药豆有大有小。虽然山药豆也可以种出山药，但它既不是种子，也不是果实，而是一种变态的株芽，常作为传统的中药，名字叫做灵鱼子。当黄叶全部落去以后，
我们就可以收获山药。而在冬季不冷和不下雨的地方，山药可以吃一点，挖一点，直到来年春天都不会坏掉。深度不够的容器种出来的山药就会变得很畸形，但这并不影响食用，只是削皮的时候需要费一点时间。而深一点的容器种出来的山药就会好很多，所以我知道有人会用加长的塑胶管来种植山药，不过我肯定没有那样的经历。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，山药种植要消耗土壤中的大量营养。如果你是在地块里种植山药，那么来年最好不要连茬。感谢大家的收看与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